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欢迎收看今天的 Tony 开讲。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与大唐帝国有关。这是我最近阅读日本学者后藤多文的著作《何谓中华，何谓汉？追逐彩虹的草原男儿》，从游牧民族的角度来看中国史所得到的启发。我之前已经做过2集相关的主题，有观众留言称赞我讲的内容精彩，也有人说我是在胡说八道。但这也没有关系，台湾话说吼胸绕腿求进步。Tony 开讲只是 Tony 开杠聊聊天而已，就是分享我的读书心得。所谓读越乐不如众越乐，我做这一个专辑也是可以督促我自己认真读书，然后分享历史知识给我频道的观众们。如果我讲的内容你没办法认同的话，那请不要说我在胡说八道，你应该说的是汉说八道。因为我是一个汉人，一个汉人在乱讲话，你何必去怪一个胡人呢？我今天介绍的唐朝，就是游牧民族胡人建立的帝国。说来惭愧，我大概是50岁之后才知道这一段历史，因为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历史教科书并没有教这种历史。我以前只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2度亡国，一是亡于蒙古人，一是亡于满洲人。分别建立了大元、大清2个帝国时代。我后来查了一下资料，原来这是孙中山先生的说法。他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第2讲有这么一段叙述：中国几千年来遭受了政治力的压迫，以至于完全亡国已经有了2次，一次是元朝，一次是清朝。唐朝的开国君主李渊虽然姓李，但其实不是汉人，而是出生于鲜卑族拓跋部，只是后来改了汉姓而已。所以唐朝其实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朝代。当我们知道这段历史之后，再来看唐朝的一些社会现象，就会豁然开朗，恍然大悟。例如唐太宗李世民被塞外民族尊奉为天可汗。可汗是古突厥语，意指君主或最高政治领袖。天可汗就是指至高至尊的可汗。天可汗这样的头衔，汉朝的汉武帝得不到，而唐太宗李世民却得到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唐朝的本质是胡人政权，游牧民族当然会视其为自己人。当时内亚突厥语系的各部族都称唐朝为他把，就是拓跋王朝。所以他们当然知道唐朝是鲜卑族拓跋部所建立的帝国。第2个例子就是唐朝的武则天，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。在传统儒家思想的时代，这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。而武则天还创造了一个记录，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。唐太宗死了之后，她又成为唐高宗的妃子，后来更成为皇后。父亲儿子先后娶同一个老婆，以汉人的传统礼教来说，这是背德乱伦的行为。但是如果你从游牧民族的文化来看，这其实很正常。我们以王昭君为例，她奉命嫁给呼韩邪单于。呼韩邪单于去世之后，王昭君本来打算回到国内，但是汉成帝命令她遵循胡人风俗，再嫁给呼韩邪单于的儿子傅朱磊洛提单于。当我们知道唐朝是鲜卑族的政权，就不会觉得唐高宗的行为很离谱。你竟然娶了你老爸的遗孀，甚至还立为皇后，那么这皇后如何母仪天下呢？40年前，香港有一部电影《唐朝豪放女》，是3级片。这部电影给大家一个印象，就是唐朝人的性观念非常的开放，当时的女性都很豪放。不像宋明理学时代，女性被教导生死事小，失节事大，烈女不是恶夫。为什么差异那么大呢？就是因为唐朝是游牧民族，思想没有受到传统汉文化的束缚。大家都知道一句成语环肥燕瘦，环肥是指唐朝的杨贵妃，燕瘦是指汉朝的赵飞燕，都是古代的美女，把皇帝迷得神魂颠倒。从这里就可以得知，唐朝对女性的审美标准是喜欢较丰满的女人，这就是游牧民族的审美观。
挑老婆要挑丰满强健，而不是弱不禁风、楚楚动人的女人。所以花木兰的故事只可能发生在南北朝游牧民族的时代，而不可能发生在明朝。因为明朝的女生从小就被缠足，3寸金莲，根本没有办法行军或骑马，如何代父从军呢？我们再回到孙中山先生的演讲，他提到中国有2次完全亡国，为什么没有提到唐朝呢？或许孙中山先生不知道这段历史，但是为什么唐朝的皇朝也不知道呢？唐朝末年著名的黄巢之乱几乎推倒了唐帝国，但是黄巢并没有喊出什么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的口号，没有用民族主义来号召群众，所以可见当时的唐朝已经不被汉人视为是外来政权了。从五胡16国时代第一个胡人政权刘渊在公元304年建立前赵开始，到唐朝立国的公元618年，历经300年大分裂时代，华夷思想造成的冲突问题已经获得解决。300年来的华夷南北对抗，最后是由北方的游牧民族获胜，消灭了南方政权。但其实不是人口少数的游牧民族战胜了人口多数的农耕民族，而是北方的夷加华战胜了南方的华。北方游牧民族为争取中华的正统，做了很多华夷混衣的努力。例如北魏孝文帝就是著名的例子，他将自己的拓跋姓氏改为汉姓元，并视汉姓给鲜卑各部大族，强迫改为汉姓，并规定鲜卑王公贵族必须娶汉人世家的女子为妻，鼓励鲜卑族改汉姓、穿汉服、学汉语汉文。他甚至将京城从平城迁至南方的洛阳，致力于华夷民族融合。北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改革，引起北魏北方六镇传统守旧的鲜卑部族反弹，导致30年之后北魏分裂走向衰亡。可见民族融合是相当困难，也不是短期就可以完成。然而随着时间，北方各族渐渐完成民族融合，而南朝的宋齐梁陈一直抱持着华夷思想，想要驱逐鞑虏，光复中华，不但无法如愿，反而最终被北朝消灭，而并入新的中华。在五胡16国时代开始出现汉人的称呼，原本是游牧民族对于中原民族歧视的称呼，经过300年形成新的汉族。而这个汉族并不是纯粹民族学的概念，它不是以血统作为区别，而是定居于中原的各民族集团的总称。中国传统的史书称五胡16国时代是五胡乱华，而事实上是五胡创造新中华。这个历经300年民族大融合而形成的汉族，使得大唐帝国的皇帝祭祀中原王朝的皇帝，也同时被塞外各游牧民族尊奉为天可汗，是中国继汉朝之后第一次建立起疆域辽阔的内亚帝国。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后，中国再度内缩成为中原帝国，而再一次成为内亚帝国时，已经是500年之后蒙古帝国的时代，而蒙古帝国也是游牧民族。我今天的同理开讲汉说八道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